灵媒妙笔生华章，亦是传奇文显扬，百年迷雾仍未解，预言成真惊四方。大家好，在下奇闻居士，一个自称佩伊辛斯沃斯的灵魂，宣称自己来自17世纪，在一次印第安人的袭击中丧生。他借由其中一位女士之手，写下了大量风格独特的文字，6部小说，数百首诗歌，内容涵盖历史、爱情、宗教，甚至包含对未来的精准预言。佩伊辛斯沃斯的真实身份究竟是什么？是来自300年前的幽魂，跨越生死，只为将他的故事公之于众，还是被压抑的人格，在潜意识中编织出一个虚幻的世界？这场持续了25年的灵异谜案，吸引了无数科学家、作家、灵异爱好者，试图揭开隐藏在背后的真相。今天，让我们一起探寻这段尘封100年的奇异故事。1912年8月，密苏里州圣路易斯的2位富商妻子艾米丽·哈钦和珀尔·卡兰开始玩通灵板游戏。起初，只有艾米丽对此感兴趣，珀尔并不热衷。然而，一天情况突然发生变化，通灵板的指示器开始指向一系列字母，引起了2人的注意。这一事件激发了他们的好奇心。随后的10个月里，他们持续进行通灵活动。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1913年6月22日。那天，通灵板开始拼写出完整的句子，而且使用的是古老而晦涩的语言。这些句子不仅充满智慧，还富有诗意。请休息吧，疲惫的心灵，让那阳光只进入内心的寺庙，一道光辉穿透，温暖那冰冷的灵魂。这些话语风格类似维多利亚时代，既有警句的力量，又不乏诗意的美感。尽管有时让人感到困惑，但确实产生了引人入胜的文章。从那时起，通过通灵板的沟通变得更加频繁。2位女士对这一神秘现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一系列事件不仅改变了她们对通灵板的看法，也为她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文学体验。通过通灵板，2位女士遇到了一个神秘的存在。当她们询问身份时，这个存在起初以晦涩的语言回避，但在持续追问下，这个存在终于透露了自己的名字。经过无数个日夜，我依然活着，我再次来到这里。佩伊辛斯沃斯就是我的名字。佩伊辛斯沃斯的语言特点是冗长、复杂且拘谨。有趣的是，他似乎更偏爱与珀尔·卡兰夫人交流，而非热衷于通灵的艾米丽。随着交流的深入，交流方式从通灵板演变为珀尔夫人的自动书写。珀尔闭眼握笔，佩伊辛斯沃斯便通过他的手流畅书写。这种方式显著提高了交流效率。佩伊辛斯沃斯的身份也逐渐揭晓。他自称出生于1650年的多塞特郡，1670年移居新英格兰，后在移民地遭到印第安人袭击，被割喉而死。这段奇特的交流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研究素材，详细记录可见于沃尔特·富兰克林·普林斯的佩伊辛斯沃斯案。这一现象不仅引发了对超自然现象的探讨，也为文学和心理学研究提供了独特的案例。在约25年的活动期间，佩伊辛斯沃斯通过珀尔·卡兰的自动书写，留下了丰富的文学作品，包括6部小说、数百页诗篇和大量对话记录。这种独特的创作方式引起了全美的关注，使珀尔·卡兰或佩伊辛斯沃斯声名鹊起。然而，佩伊辛斯的文学作品评价褒贬不一。虽然死者所写的小说这个概念引人入胜，但专家们对作品质量表示失望。这些小说往往被描述为冗长、晦涩且说教气息浓厚，缺乏情感共鸣。例如，羊在风雨中迷失，咩咩叫着，羊群在山丘间徘徊。这些文字被认为修辞奇特且幼稚，难以吸引普通读者。尽管如此，大部分作品仍然出版，在文学界引发了关于其价值的争议。相比之下，
佩伊辛斯的预言能力更引人注目。有几个著名的例子：在圣诞节前夕，艾米丽·哈钦进行灵媒交谈时问珀尔要给我什么礼物，佩伊辛斯回答15个，1个破碎。最后他确实实际收到15个罐子，其中有1个破损。这些准确的预言增加了佩伊辛斯沃斯现象的神秘感，引发了人们对超自然能力的讨论。尽管其文学作品受到质疑，但这些寓言故事使得佩伊辛斯沃斯和珀尔卡兰的故事在当时的美国社会中广为流传。佩伊辛斯沃斯的真实性一直备受质疑，有观点认为他可能只是珀尔卡兰的第2人格。这种怀疑从一开始就存在。珀尔卡兰在学生时代学习成绩不佳，自认外貌丑陋，最终辍学于高中。这些因素被一些人认为可能导致了精神问题。批评者如阿瑟·德尔罗伊对佩伊辛斯的作品进行了严厉批评，认为其文学价值低下，用词可能来自教堂的主日学校。佩伊辛斯对此的反驳同样晦涩难懂，引发了一场机智但令人困惑的对话。佩伊辛斯的作品，如《悲伤的故事》，评价不一。有学者赞扬其对古代巴勒斯坦的详细描述，但也有人质疑珀尔卡兰是否真的对那个时代一无所知。佩伊辛斯自称是16世纪人物，却对公元前后的事件了如指掌，这一矛盾引发了更多疑问。为证明自己的独立性，佩伊辛斯曾进行过一次表演，在35小时内写下7万字诗篇，平均每分钟33个单词。这次表演旨在证明他并非珀尔卡兰的一部分。关于佩伊辛斯沃斯的真实身份，至今仍无确凿证据。他声称的1670年渡美并被印第安人杀害的经历无法得到证实，也没有找到相关的历史记录。尽管许多科学家对此进行了研究，但结果并不明确。值得注意的是，珀尔卡兰因佩伊辛斯增加了开销，但并未从中获利。最终，佩伊辛斯沃斯的真实身份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佩伊辛斯沃斯现象在最初的轰动之后，逐渐开始衰退。尽管如此，它仍然深深影响着卡兰家族的生活。卡兰夫妇收养的孩子按佩伊辛斯的指示被命名为佩伊辛斯沃斯卡兰，显示了他对这个家庭的重要性。随着时间推移，佩伊辛斯的作品销量下降，专业杂志停刊，但他依然坚持创作。珀尔卡兰丈夫去世后，家庭陷入经济困境。珀尔首次接受讲座邀请，试图改善经济状况。1934年，年仅19岁的佩伊辛斯沃斯卡兰结婚。佩伊辛斯写下长篇祝词，依旧保持着他特有的冗长复杂风格。1937年11月，珀尔透露佩伊辛斯预言道路到了尽头。次月，珀尔突然去世，享年54岁。珀尔的女儿佩伊辛斯沃斯卡兰也在27岁时意外去世，也引发了一些关于佩伊辛斯沃斯的谣言。此后，佩伊辛斯沃斯再未现身，他的真实身份是否为骗局或确实存在的灵媒，至今仍是一个谜。然而，他留下的作品，如《悲伤的故事》，仍然可以购买和阅读，成为了那个时代的见证。佩伊辛斯沃斯现象虽然随着时间淡出了公众视野，但它在美国早期通灵文化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